甄姐姐，甄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甄姐姐送东西。这是七祖母给甄姐姐的。这是我和七祖母一起做的点心，请甄姐姐尝尝。甄姐姐，我错了。甄娘，前些时日在李宅，七祖母知道你受了莫大的委屈，未能给你主持公道，是七祖母的错。如今的李家内忧外患，人心离散，七祖母想要留你，也是有心无力，无奈之极呀。磨坊失窃一事，七祖母终究是有愧于你。甄娘，往后你就放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吧。这些银两是七祖母的一点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。加上范兄这10箱墨，七烟古墨的分成已经够800两了。等这些钱收上来之后，你给阿姐送过去。是。东家，听说李家的甄姑娘已经在四宝街租下了一间铺子。哼，她倒是很有志气啊。但这四宝街上，租金可不便宜，她手里的银钱应该不多了。是啊。可见那甄姑娘破釜沉舟般的勇气，就是和那战场上的将士相比，也是不遑多让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你最近很爱提甄姑娘的事情啊？哎，哪是我爱提呀？难道不是您想知道吗？等会儿，谁让你喝我茶了？也不给我倒一杯。最后一口。臭小子！四宝街，胡会长，可是甄娘写的文书有误？还是因为我小李磨坊不符合文会的规定？您倒是说句话呀！若是都没有的话，你为何迟迟不给我批？嗨，若是别人向文会递交文书，他便是为徽州墨业添砖加瓦，我自然是乐得成全。可甄姑娘，历朝历代从未有过一家姓开2家磨坊的先例。这李墨还在，你若想另立门户，绝无可能啊！胡会长，我虽然姓李，可是我们8方早就被出族了，这可是有白纸黑字的除族文书。这于法理上，我早就不是李家人了。他李墨开他的李墨，那我开我的小李磨坊，我两者互不相干呀。可李墨毕竟是徽州墨业4大家之首。文会做事总要顾及李墨的颜面。甄姑娘若真心想开磨坊，那还需
李默点头应允，我这个会长才好通融，不是？刚刚是不是你去文会了？是你拦着文会，不让我开小李磨坊，是不是？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哪儿都别去。百年李默，回磨正统，岂容你一个黄口小儿另起炉灶，开什么小李默？之前七祖母要给我续签契约，而你们李默就开始风言风语，说什么我一个外人要侵吞你们李家。那好，我不跟你们李默为伍，我开我自己的小李磨坊总行了吧？结果现在你们又说，一笔写不出2个李字，一个姓，没有办法开2家磨坊。嘿，这什么话都被你们说了。哎，这到底是谁在胡搅蛮缠啊？我不跟你在这儿强词夺理、耍嘴皮子。今日我也把话言明，李真，想另立旁支，做梦。如果你再一意孤行，别怪我再请祖师玄奇，请我们的祖师爷来明辨是非。还要请祖师玄奇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一除族之人，我根本不怕什么祖师玄奇。我且就放下一句话，无论你李景东，你们李默点不点头，答不答应，这个小李磨坊，我开定。哎呀，甄姑娘，你想让本官出面，让文慧认可小李磨坊？口气不小啊！还不是因为到磨坊一事，你才对李家耿耿于怀，所以呢，就要建这个小李磨坊，好跟李家打打擂台，对不对？田大人，我创建这小李磨坊，我确实想出我胸中这口恶气。但是民女也不是心胸狭隘之人。其实早在复原七烟古墓的时候，我便有一腔愿景，我想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，为咱们徽州墨业添砖加瓦，所以还请大人能够给我这次机会。哎呀，给你个机会，哎，可是我这个墨务官呐，监管的是选送贡墨，是为朝廷效力，可不是为你这一介小女子去实现什么胸中抱负啊！大人，此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那我复原出七烟古墨，不也是在为您分忧吗？以前可以，现在可以，将来呢，一定也可以的。哎呀，好大的气魄呀！啊，可是你这气魄再大，对本官无用。本官看的是结果。你没有李家的协助，你没有李八爷的支持，你拿什么去跟李默、去跟陈默打擂台呀？怎么实现你的胸中抱负啊？啊？没想清楚吧？行了，慢慢想吧，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再跟我说啊。都给我滚！都滚！都滚！骗子！你们一群骗子！闺女，不可动气，不可动气，动了气会使病情加重的啊！爹爹，他们哪个是真心为我看病的呀？不可说这样话啊！放心，爹爹给你找遍天下的名医，一定把你的病治好。你回去休息，走。哎呀，听爹爹的。真娘，你怎么闷闷不乐的？还在想那严小姐吗？我今日回来的时候问了家那黄大夫，他告诉我严小姐这病多年未愈，你说这10多年来，她得过得多心酸啊！是啊，真娘，可惜我们不是大夫，我们帮不了她什么忙。花儿，你记不记小的时候，我每次出去玩都弄得一身伤回来，
结果我爹爹为了我翻遍李墨所有典籍，最后做出了一款胭脂药末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平日里你对那胭脂末爱不释手，我受伤了才肯跟我用那么一点点，是不是那个？就是。我爹当时说，这个胭脂末只是他的初步尝试，他想做的药末是可以医治疮症、治愈顽疾的九针宝末。若真有此末，或许我们真的可以治好严小姐，是吗？我正是这么想的。这今日严大人在严府问我，说我的小李磨坊要靠什么立足，卖什么样的墨。我想了想，虽然我可以复原这七烟古墨，但是比起陈墨还有李墨他们相传的宝墨来说，仍然是微不足道。可若是我另辟蹊径，将我爹爹说的这款九针宝墨做出来，一，我可以治愈像严小姐这样的病患；二，我可以避开风头，以药墨起家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若是我真的将这宝墨做出来，治好了严小姐，那你说这严大人还不得对咱们小李磨坊松了口？是啊，那真娘，我们说干就干吧。哎呀，哪有这么着急？这只是我初步的计划，得慢慢来。但我觉得你这个计划特别好。李家磨坊怎么样了？哦，陈姑娘，这2日她日子也不好过。听说八爷不同意她开小李磨坊，一气之下离开了歙县，去了婺源。我问的是李墨，不是小李墨。那甄姑娘不也是李家的人呐？她的上头还有个李墨，文慧顾及李家的面子，不认可小李磨坊，迟迟没有批准文书，想必这个时候也正为此事焦头烂额呢。这样，你拿出100两陪我去一趟小李磨坊。啊，东家，您真的要投小李磨坊呀？怎么了？100两对于我而言不算什么，多投一份稳妥也未尝不可呀。走。祁东家，这银子我不能收。嫌少？不是数目问题，是时机问题。时机？你现在要自己开磨坊，正是缺钱的时候。况且有我在的话，也许文慧不会更加的为难你。为何说时机不对？正是因为缺钱，所以才更要谨慎。不瞒你说，我开这小李磨就是为了不再受制于人。所以，你今日给了我这么多银子，又不说分成比例，也不说这磨坊未来的规划。说实在的，我这心里啊，十分的惶恐。甄姑娘，你现在是缺钱的时候，而我这是雪中送炭，怎么到甄姑娘嘴里成了我这饿虎扑食、趁人之危了啊？哎呀，总之，这银子我万万舍不得。甄姑娘就当真直接拒绝了我。今日拒绝，可日后谁也说不准呢。祁东家，我对我的小李磨是有信心的。我不光要靠自己的力量将这磨坊开起来，我更要日后光明正大的跟李磨竞争，甚至有朝一日我要超越李磨。待到那时，我再请祁东家来我的小李磨，我们2人坐下来细细聊，如何？那要是待到那时，我没了兴趣了。我既然决定要开这小李磨，那一定不会让祁东家失望的。好，小七，收钱。恭喜阿弟慧眼识人，这七烟古墨押中了宝，才刚起步便已收益颇丰。谢谢阿姐，这些啊也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真是暴殄天物。我一介连性命都不配拥有的罪人，何谈什么讲究啊？这李墨的分红比预想的还要好，
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依我看，该继续追加，长远的合作下去。阿姐，账簿呢，还是由你保管。不过我希望阿姐给我留30%分红的银子，我有用处。你又看上了什么其他的生意？我想留着这些银子，投给小李梦。这话怎么说啊？原本呢，我也是想将这些银子分散的投给几家大的磨坊。不过前日，李真和我说了一句话，他想用小李磨竞争大李磨，甚至有朝一日这小李磨能够打赢大李磨。哇，这好大的野心啊！是啊，不仅野心大，胃口也很大。不过前日和他聊起入股的事情，他居然没有接受。看来这李真做人做事颇有自己的章程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倒是想会会这位甄姑娘了。3上3中3下，当为其首，其为9真也。这3下，应当就是地夫子跟白仙皮这类地生之类的药材。没错，应当是这些。这3中怕不是猪羊海货的内府？可这3上到底是什么呀？你干什么？来呀，把李真请出去。我看你们谁敢！李景东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李真，你既然决定自立门户，那么李家也绝不让你占半分便宜。从今天开始，李家磨坊我收回来了。景东叔，这里本来就是李家废弃的磨坊，是七祖母许给甄娘用的，要收回去也得是七祖母来跟甄娘说才是。对，当家的，咱还是跟老夫人说一声吧。我做什么事用你来教我吗？王花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李默的东家，我也奉劝你，最好分得清远近。怎么着，不搬是吗？来，你们几个，帮帮他，动手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这是我的药材，别动！你们干嘛？这不能动！给我！哎，不许拿走！这是我的药材！你们几个，怎么回事？他的药材还给他。你们几个看好了，我们李家的东西都带回李默。好，我可以搬走，但是这里有很多的用具是我爷爷给我做的，还有一些是我哥跟我娘他们花钱给我攒的。你们可以让我走，但是我们家的东西，你们也休想带走1分1毫。好，你的东西李家不稀罕，搬吧。花儿，你别在那儿杵着了，回家去。
这姑娘的车是怎么了啊？她这夜深暗要到了，我得急着收工回家。你别把车横在路上，赶紧挪一挪。还是岁月漫着眼的荒唐，熙熙攘攘冷却的滚烫。你是爱而不能忘的苍老，余心向往却又不敢相忘。谁欠谁归？谁愿远离来回？我已恨无悔，至情至疏，至死也算完备。谁与情有愧？将爱推诿，将心觉得粉碎，是错还是对？站在两端的我们，奈何只好相对。谁信谁醉？谁人助了挽回？被理智击退，卸下防卫。到底谁更狼狈？何必再深追？分明本来写一本你怎么来了？该如何收尾？望星望双飞过传人泪，望眼去一归。望星望双飞过传人泪，望眼去一归。你这几日不是在磨坊做磨，就是自己闷在屋里，饭也顾不上吃。家里啊，常常就我一个人，做了一点菜，怎么吃都吃不完。娘，是我不好。傻丫头，跟娘道什么歉啊？娘从小看着你长大，虽然你一句话都不说，但是你心里想什么，娘都知道。你是想着尽快把墨做出来，好证明给你爷爷看，是不是？但是凡事啊都要讲个章法，你这么憋着，身体也吃不消啊。留着力气好好吃饭，才能一步一步的把墨做出来。娘说的这些，你要听话。听到没？来吧，跟娘说说，我们小李磨坊的真长氏到底想做一块什么样的墨呀？娘，你还记得爹给我做的那块胭脂墨吗？我要做的就是像那样的一种药墨，叫做九珍宝墨。爹曾经也研究过，不过这块墨已经失传了近100年，只有在墨迹上才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记载。什么3上、3中、3下，还有几样材料我到现在都没有明白。娘，你说这古人也真是的，既然决定写书，要将墨法墨方传给后人，为何不能用白话写得清清楚楚？如此一来，淹没了多少好墨？哎，你别说，这个什么3上、3中、3下，这些神叨叨的话呀，你爹当年还真跟我念叨过一阵儿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娘，那我爹当时有跟你说这3上是怎么解的吗？现在想起问你娘来了。你呀，你早跟我说，娘一早就拿给你了。等着，在哪儿？来，谢谢娘。你爹呀，
有随手就记的习惯，所以当年他只要一有灵感，他就把他的想法记到我这个小账本上。你爹去世之后，这本账本我也没舍得扔。不过这上面有好多东西记得都是断断续续的，有头没尾的，未必有你想找的。你就先看看啊。这处就是我爹失智纠正保模的记录。真的啊？原来当年我爹也是用发酵来保存药效的。娘，这法子我也想到了，太好了！三上血炼湿产，没错，这就是三上。哎呀，你这孩子哭什么呀？应该高兴才是。这三上就是长在高处的药材。血炼湿产，这第三味药材是月老草。月老草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味药材？哎呀，你管它什么草？那长在高处的肯定不过就是山里的东西呗。你爹当年经常去钻哪一片山林，你娘还是知道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哭了啊！真娘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明天一早啊，娘带你进山去。怎么样，真娘？感觉这个也不是。娘，这笔记上大部分草药都对上了，唯独那月老草是怎么都找不着。这月老草啊，我是真没听说过。你爹也真是的，也不写清楚点儿，弄得咱们俩跟无头苍蝇一样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没事儿，娘，大不了我们把这里长得像草药的全都采回去，一一对比呗。办法总比困难多。走，这丫头啊，劲儿又上来了。走，娘再陪你找找。哎呀，娘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也会吹了。等我一下。哎，娘，说让你小心着点吧，这还是把脚给伤了，疼不疼啊？来，给你上点药。跟你说啊，这个草啊，对伤口最有效了，而且不会留疤的。记得你爹当年不小心钻了猎户的陷阱，我就是用这个给他上的药。我爹当年是钻到哪个猎户的陷阱里啦？明知故问。我真不知道，我只记得小的时候我爹跟我说过，他打猎特别的厉害，什么眼如鹰隼，耳似猎豹，只要被他看上的猎物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就他呀，你爹呀，就知道在你们兄妹面前吹牛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拆穿他，那是我给他留面子。哦。哎呀，想一想啊，我跟你爹最初的相遇，就在这片大山里。你跟我爹是在这里相遇的？当年啊，你娘设了打猎的陷阱。隔了一日，我就兴冲冲的去瞧，结果你猜，我瞧着什么了？你爹就可怜巴巴的困在陷阱里面，
然后我就把他给捞了出来，带他回家，给他吃了顿饱饭，就把他送下山了。结果隔了3日，他又以寻松的由头又进山了。你看你爹平时吃墨的时候挺聪明的吧？可他一进了山，笨得很，5回得有3回落到我设的陷阱里，然后就眼巴巴地等着我去捞他。然后你就眼巴巴的上套了，就眼巴巴的跟着他回了李家，生下了我跟我哥，对吧？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？当年啊，族老们是不同意你爹和我们山岳后人结亲的。啊，那当时是谁保住了我跟我哥的小命啊？还能有谁呀？这个家里，谁说话最算呢？七祖母。当年就是你七祖母跟族老们说，这个跟山岳后人结亲的南迁宗族，往往更容易在徽州扎稳脚跟，兴宗望族。他就是这样说服了那些族老们，我便从一线嫁入了李家，这才有了你和你哥。所以呀，小李磨坊以后成就了，别忘了你七祖母的恩情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七祖母也辛苦了，不容易。我爷爷也辛苦了，不容易。但我觉得最不容易的就是我娘了。嗨，这出族以后，你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。娘，我开着小李磨坊，以后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，再也不过这样的辛苦日子了。哼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侄娘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了，你就好好的把小李磨坊做好，做你喜欢的事，啊。哎，娘，你看你这草药是真是厉害，你看我现在都不疼了。哎，你别蹦啊！哎呀，你坐下。不疼了吧？不疼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草叫做赤凤锦草。当年我用它给你爹上药的时候，还是他寻了这个草的名字告诉我的。赤凤锦草，这名字还挺好听。赤凤锦草，凤锦。赤凤锦草，这是鱼子纹，这是水波金星，哎，这个好，这是螺纹，最易发墨。那何为刮夫狐狸？苏轼有云：“色不留笔，华不聚墨，刮夫而狐狸，今生而欲得。”刮夫狐狸就是形容砚石表面如同瓜皮一样细腻光滑。你说你吧，做墨不成，没想到你学砚还行。当初我把你带到婺源来，是对的。爷爷。您不是因为真娘要开小李磨坊，生气才来的婺源啊？哎，你看看这行吗？哪里？这儿。快来吃落荤了。可以。好，吃落荤，爷爷。今天专门做了爷爷最爱吃的竹笋排骨，爷爷多吃点。哎，秋啊。我刚刚又收到了娘的信。真的吗？啊！哎呀，我好想娘和真娘啊！哎，张良，那信上说了什么？你快念念。好。正良，
求娥，家中一切平安，你们不必记挂。真娘已经把小李磨坊安置妥当，最近又忙着研制九针宝墨。据她说，药墨制法与别的墨都不相同。好在真娘一向聪慧坚韧，不懈尝试，已经想到好办法了。爷爷最近身体如何？还在生真娘的气吗？你要多劝劝爷爷，不要把他的气话放在心上。真娘心里最记挂的人就是爷爷了，唯盼你们一切顺遂，早日归来。爷爷，真娘说要做九针宝墨，这是你爹最想制成的墨。对，娘说的是九针宝墨。我立刻给娘回信。爷爷，您可有什么话要带上的？说我今天做的这个特别可口。谢谢爷爷。先吃多饭。是。不着急洗。娘，哎，娘，你快看看。哎，你别说，这还真有一股药味儿啊。这闻着让人感觉很舒服啊。哎，真娘，那这就做好了吗？这药末离成末还有一步呢，得试它的药效，最后再做调整。那这要怎么试啊？这个药墨呀，本官在京中之时是见过一些的。哦，像你的这一块墨，能将药性、墨性兼顾周全的，倒是让本官大开眼界呀。严大人过誉了。只是药墨在墨业里从来就不算是大宗，所以你想靠此墨说服本官去文会要文书，火候上还是差一些。严大人此言差矣，此乃九针宝墨，古书有载，曾经治愈了无数顽疾。不过严大人，我此次前来确实是有一事相求，是跟您有关的。我想用此墨治好严小姐脸上的疮痍。好你个李真呐，说来说去，心思都动到我女儿身上了。不是，什么不是？明明是想拿我的女儿当活招牌，打响你小李墨的名号。行了，拿着你东西走吧。严大人，我这严小姐多年受困于脸上的疮痍，这平常大夫所用的外敷、内服之法，之所以久治不愈的原因，是因为缺乏药引。可恰恰我的九针宝墨，以墨为药引，直击病灶，并可以凉血润肤，不留疤痕。是，说到底，这九针宝墨也只是个传闻，毕竟没有人真的见过它的药效如何。那你
你有什么把握能治好我的女儿啊？严大人受问，我有多少把握？我不敢妄言。只是这九珍宝墨的配伍，我前后已经调试了无数次，并且已经送到了各大医馆去试用了。目前来说，已经有数十人就是因为用了我的墨，将久治不愈的疮症全都治好了。您看，我都记录在册的。不行，我不能让我女儿去冒这个风险。恕本官不送。送客。请。严大人爱女心切，真娘明白。那真娘先不打扰了。这册子里面写的都是真的，您无事的时候可以翻开看看。里面的人和名字，您也可以去打听。告辞了，严大人。小妆映铜镜，胭脂成